是来自中国的妈妈，是来自中国的爸爸，我是来自中国的妈妈。我恳请判处证人按养父谋死刑。莫看镜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的视频跟往期有所不同，在近1个月的时间里，有至少5名朋友给我留言，希望能讲一下韩国证人案。大家知道这起案件吗？它发生在2020年年底，截止到我制作这期视频时，案件已经经过了5次审理。非常多的朋友希望这起案件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关注，许多人都制作了请愿牌，希望施暴者为自己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其实这起案件，许多媒体频道都做了相关的报道和介绍，想来想去，还是希望拿出来再讲一讲，让更多人知道这起案件，也许就会造成一些舆论的压力，能够影响到案件的审判。闲话少叙，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证人啊，对不起。2019年6月10日，一个女婴来到了人世。她才出生8天的时候，就被没有抚养能力的生母遗弃在了教堂门口。好心人把这个女婴送去了福利机构，在被人领养前，女婴跟着代理妈妈生活。她很爱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很可爱。代理妈妈很喜欢她，为她拍了许多照片和视频。8个月过去了，女婴长成了体重9公斤的漂亮宝宝。她就是证人。2020年1月底，一对年轻夫妇来到儿童福利会，表示想要收养一个孩子。他俩一眼就从众多孩子照片中看中了证人，向福利会提交领养申请和相关材料。丈夫名叫安胜恩，妻子名叫张夏英，都出生在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夫妇双方的父亲都是牧师，夫妇也都毕业于私立的基督教大学。张夏英的母亲还是教会附属幼儿园的园长，安胜恩在电台工作，张夏英呢则是担任翻译。2个人的经济稳定，夫妇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想给女儿找一个小伙伴领养一个孩子，是夫妇结婚前就商量好要做的事儿。福利会的工作人员对这对夫妇各个方面做了评估，无论家庭、出身、受教育程度各方面条件来衡量，没有比这对夫妇更适合的父母了。于是，在2020年2月3日，证人有了新的爸爸妈妈，还有了一个姐姐。张夏英夫妇收到了100万韩元的收养礼金及每月25万韩元的育儿补贴。在韩国，领养孩子并不常见，安胜恩和张夏英收养证人的举动给社会带来的是积极正面的影响。当夫妇带着新生女儿和证人参加领养儿童的综艺节目时，一家4口其乐融融的样子感动了不少人。安胜恩在节目中提到，领养孩子其实并不丢人，反而应该是要受到祝福的事情。一直到这里还是挺暖的，被遗弃的孩子找到了这么好的归宿，他应该会幸福吧？很遗憾，并没有。2020年10月13日上午11时，被领养271天的证人被送到了医院急救室，在经过8个小时急救无果后，证人永远的离开了人世。他只在这世界上存活了472天。为什么会这样？小小的证人又是因何离世的呢？抢救证人的医生发现，这个仅仅16个月大的女婴腹腔里全是胰腺破裂引起的内出血，出血量是600毫升，占证人血量的80%左右。她的小肠、肠系膜和胰腺破裂，肚子处在逐渐腐烂的状态，并且全身多处骨折，有已经愈合的陈旧性骨折，也有刚刚断裂的骨头、锁骨、肋骨、股骨、手臂、大腿，几乎找不到完好的地方，这简直太可怕了。送孩子到医院的养母张夏英和随后赶到的养父安胜恩得到证人死讯后，哭得不能自已，跪在地上喊叫着：“孩子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医生们看着这2个人，只觉得无法置信。不论是否是安胜恩和张夏英对证人施暴，作为和孩子朝夕相处的父母，不可能对他的身体情况毫无察觉。这究竟是怎么一对父母？愤怒的医生报警了，警方也立即对证人的死展开调查。警员了解到，2020年10月12日，证人死去的前一天，养母张夏英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在这之前，证人已经很久没去幼儿园了，老师一整天都围着证人照顾，忧心忡忡。证人没有哭闹，显得有些呆呆的。让他站立时，证人静静地呆着，完全不会走动。老师见状况不对，一直把他抱在怀里，掀开衣服想看他是不是哪里受伤不舒服，却发现他的肚子鼓鼓的。老师给证人测了体温，证人没有发烧。到了吃饭的时间，证人拒绝被喂食物，老师换了牛奶，证人喝了一口，肩膀突然剧烈的抖动，老师赶紧搂住证人，还注意到证人的身体好像出了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老师没有选择送证人去医院，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老师以前送过证人去医院，还送过不止一次，可是每次事后都会遭到养母张夏英的抱怨。老师担心，由于他们的过度关心，反而使得证人出现更加糟糕的状况。为了息事宁人，才没有带证人去检查。早在当年的3月，老师就在证人的脸上发现了奇怪的伤痕，很像是成人的脚印儿。其后，老师在证人的脸上见过不同的淤青，用老师的手比照，感觉像是有人给证人甩了巴掌。1周的时间里，证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出现了淤青。老师向前来接证人的养母张夏英了解情况，张夏英的答复是证人总是不小心造成了划伤。一直到4月底，老师越来越担心，为证人拍照记录在他身上出现的新伤痕。3月24日。脸上的脚印，4月2日脸上的掌印，4月14日耳后的结痂，4月24日耳后的淤血。当事态进展到5月25日时，老师竟然在证人两边大腿的内侧见到了对称的伤痕，以及他肚子上的淤青，还有耳朵、脸上还未褪去的淤青。拍照取证后，老师决定报警。警方提出，在没有出现骨折或者是撕裂伤时，无法定性为虐待，不予立案。老师带着证人去医院，医生认为证人的伤不像是事故，更符合虐待的情形。儿童保护组织向养父母了解情况，养父母说，证人腿上的淤青是自己为了矫正他的 O 型腿，帮助按摩而造成的。脸上和身上的淤青其实是皮炎。养父还抱怨大家对收养父母存在着偏见。经过了一番解释，儿童保护组织接受了养父母方面的说法。此后，证人锁骨骨折，带着绷带在幼儿园过了周岁生日。老师再次询问养父母证人锁骨骨折的缘由，养父母给出的解释是一家人去度假村游玩，证人不小心从台阶上滚了下去。6月24日，养父母的朋友在多次见到证人被养父母单独锁在车中后报警了。这位朋友最近一次见到证人被关在车内是在报案的几天前。警方接到报警后，花了14天的时间才锁定事发当天摄像头的位置。现相关部门索要监控录像时，历史记录早已被删除了。警方缺乏证据，只是向养父母核实，养母张夏英则矢口否认把证人锁在过车里。7月，证人到医院接种疫苗，为他打针的医生正是5月见过他全身淤青的那位。这次医生在证人的口中看到了撕裂的伤口。9月23日，2个多月没去幼儿园的证人被养母送去给老师照看，老师被这时的证人吓了一跳，证人暴瘦，双腿无力。老师再次带着他去医院检查，同一名医生第3次为证人检查，认为证人的情况符合儿童受虐的典型特征，他的嘴里又有了新的撕裂伤。医生报警，这已经是第3次报警了。养母张夏英因为前一天刚做完丰胸手术，没有被调查。养父安胜恩称，证人因为口腔疾病无法好好吞咽，才会瘦下来。儿童保护组织和养父一起去了其他医院，确认养父的解释。医院提供了诊断书，将证人口腔内的撕裂伤口定性为口腔炎。这家医院是养父朋友开的。事后，养母怪罪幼儿园老师不通知他们就直接送孩子去医院，养父母又以无法承受外人对其的歧视为由，没有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就这样，因为多次送医报警无果，虽然看着孩子的情况很难受，老师还是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没有报警送医。但老师可能并不知道，此时的证人肠道已经破裂，腹腔里全是炎症。孩子的求生本能告诉自己要喝水，但牛奶通过食道流入腹部，加重了腹腔的负担，导致疼痛增加。警员知道问题一定出在死亡前数日与他长时间单独相处的养母张夏英身上，检方则以虐待儿童致死罪起诉了证人的养母张夏英，以包庇隐瞒虐待儿童罪起诉了父亲安胜恩。在被逮捕前，张夏英的说法是自己一下子没注意，证人玩着玩着就从沙发上摔了。后来他又换了说辞，因为生气，所以摇晃证人。刚做完隆胸手术的他手上无力，没抓住，刚把孩子摔了，正好证人撞在椅子上，在坠地，已是胰腺破裂导致的死亡。张夏英改变说法的原因很简单，证人自己从沙发上摔落，绝对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势乃至死亡。即便是张夏英的第二种说法，也完全站不住脚。首先，证人有数十处的皮下出血，绝非1次2次的意外可以形成的，而是长时间外力故意伤害导致的。其次，证人的多处骨折时间跨度之久，必然是长期受到折磨，肠道和胰腺破裂已经腐烂，发病至少1周的时间。与他朝夕相处的
的养父母怎么可能丝毫没有察觉？最后能够使胰腺破裂需要非常大的力量，相当于职业跆拳道手力度最大的一脚。按照证人养父母张夏英所说，孩子从自己手中滑走，腹部先撞击椅子后坠地，经过实验测出，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不可能致使胰腺破裂。再有与张夏英体型身材相似的女性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出力测算强度，只有当张夏英突然从高处跳下，瞬间发力，以全身的力量踩踏躺在地面的证人，才可能导致证人的胰腺破损。证人的死亡原因直指养父母，更多的作案细节也进一步被公开。10月12日下午，老师拜托前来接证人的养父一定要带证人去医院看一看。一整天都没有走半步的证人，面对着向他伸出手示意的养父，默默地走了几步，走向了他的终局。10月13日早上，只有养母张夏英的亲生女儿和证人在家。楼下的邻居不断听到楼上传来重物坠地的声音，非常生气，上楼去敲门投诉。养母赶忙道歉。9点54分，养母给养父发了这样的短信：要带去医院看一下吗？哪怕是装样子。能够预想到此时的证人情况已经非常不妙了。而接下来呢，10点19分，养母用推车送亲生女儿去幼儿园，证人单独在家。10点32分，养母返家。10点42分，养母带着证人打车去医院。计程车司机看到证人的状况很糟糕，提议养母拨打急救电话，让救护车来接证人，这样医护人员可以在护送证人去医院的途中实施急救措施。养母拒绝了。11点06分，计程车到达医院，证人被送进了急救室时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立即展开抢救。而在此时，张夏英发现自己的帽子丢了，先去计程车里找帽子。回到急救室外的养母用手机在网上购买了鱼饼，还留下了好评。证人抢救无效死亡了，张夏英拜托在医院的熟人好好处理一下死亡报告。2天后，正好是养母张夏英父亲的生日，养父母去参加了父亲的红酒庆生派对。在这之后，证人被养父母葬在了为癌症儿童设立的免费墓地，唯一能证实他存在的是张夏英花3000韩元买的相框里的一张照片。证人被葬后，养父母和他的家人从未去看过证人，我们能够看出养父母毫无人性，证人在养父母心中的地位可能都不如寻常的小猫小狗。那么他们对证人到底做了过什么，才会造成如此多的伤害呢？被捕后的养父母一直鸣冤叫屈，坚称证人受伤是意外事故，坚决否认自己的虐待行为。但警方在养父安胜恩的手机中恢复了被他删除的超过800条虐待证人的视频。这些视频中包括收养初期把家中鞋柜的钥匙给证人做磨牙棒，将证人脖子夹在腋下，好像拎包一样走来走去，将孩子放在狭窄的电梯把手上，不管不顾，自己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和妆容。证人饿了，给孩子吃辣椒酱作为零食，因为不想闻到孩子大便的味道，只给证人奶粉和粥状的辅食。因为懒得换尿布，经常不给证人喝水，一整天都不换尿不湿。张夏英把证人长时间单独留在家里，自己出去参加朋友聚会，每天去健身房2个小时，把证人锁在车里几个小时。如果证人哭泣，张夏英就把证人坐着的婴儿车用力推向墙壁，让证人撞墙。在天黑之后，把证人关在黑暗的房间里，任由他害怕在哭闹中睡去，而自己去参加聚会，并美其名曰这是北美式的哄睡法，故意绊倒证人，将他跌跌撞撞的样子拍下来取乐，故意用手去捏证人的伤处，证人哭了就扇巴掌，用指甲抠证人抠到出血，揪证人的耳朵揪到耳朵出血，要求证人双腿分开罚站，证人不会就挨打，如果证人因挨打哭了就再打，直到他能够按照要求站立，等等等等。这起案件在韩国节目《想知道真相》中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韩国民众彻底炸了，全世界的妈妈都为这件事感到难过。更令人愤怒的是，在韩国的法律中，未成年人的亲人拥有惩戒权，但这一法规对惩戒的程度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也就是说，法律允许父母对孩子使用武力，甚至把孩子虐待致死的父母都不会被以谋杀起诉。根据韩国最高法院数据，从2001年到2016年，共有31起虐待儿童造成死亡的案件，其中只有5起被判犯有谋杀罪，罪犯平均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这样的刑罚对于证人养父母的罪行来说，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爱
没有国界，禽兽的归宿终是地狱。所以时至今日，大家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共同为证人发声，恳请判处证人案养父母死刑。证人案截止到今日已经进行到了5审，在2021年的4月17日还会进行6审。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视频，养父母能够得到最严厉的判决。太阳底下无心事，类似证人这样的案件并不算少数。小证人用他小小的身体改写了韩国的法律，推行了证人法，确定对虐待儿童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未来在韩国，体罚或者虐待儿童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也许这就是证人来到这世间的使命吧。证人啊，下次不要做英雄了，做一个普通的宝宝就好。